我叫麦克，今天要替粉丝们做一个测试，用这款刚刚发布的性能旗舰1+10 Pro 连续玩吃鸡1小时，看一看它性能各方面的表现情况是否值得我们入手。其实做这个测试原因也很简单，很多手机都标榜拥有非常强悍的游戏性能，但是玩不了多久，随着温度的升高，帧率就会产生断崖式下降，甚至有少许做的绝一点的，直接就给锁帧了。我想对于这个问题，很多玩家都深有体会吧。所以今天这个测试可能对某些酷爱玩手游的玩家有不小的吸引力。当然，1小时的测试时间太长，咱们适当加速一下。第一局落地机港，可以看到已经有人抢先落地，没关系，大仓库里也一样生产武器。拿到了武器，我听到他们嚣张跋扈的脚步声。不过这是一款新手机，我还在熟悉手感阶段，希望不要落地成盒。机会来了，他在打旁边的人接，我先悄悄躲起来，他肯定会去捡盒子。就是现在，还有一个一并收了。这是机港的漏网之鱼。来到决赛圈了，对方制造出烟雾，他跑得飞快，而我的子弹更快，任他腾转挪移，却总归不敌我的瞎蒙枪法。凭良心讲，保持这样一个姿势进行1小时的测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幸好这手机的屏幕手感非常不错。毕竟是和平精英职业联赛的指定用机，很容易适应。红队拿下首分。我感觉我已经完全适应这部手机了。咦，这是个傻子吗？怎么一动不动？哎，时间到了，这么快！用这种电竞级别的手机玩游戏，真的可以让你很容易忘却了时间，有点意犹未尽呐。做正事要紧，不过在查看本次的测试成绩之前，趁还热乎，赶紧把另一个测试也做了。没错，测温，毕竟它用的是最新的骁龙8。1小时游戏摄像头区域37.1度，背部中央位置38.1度，底部37.3度，屏幕温度38.1度，屏幕顶部39.5度，屏幕底部37.6度。怎么样？这台1+10 Pro 对骁龙8的控温能力还算优秀吧？据称，一加在这款手机上采用了他们自己目前为止最为强大的立体空间散热系统，能覆盖的地方基本都覆盖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除了温度不高，所有测试区域的温差也不大，而且这还是连续1小时后的测试成绩，散热能力实属有效。好了，接下来咱们揭晓本次的测试成绩。为了这个测试，我忍痛花了3000元买了一项腾讯的测试服务，而且只有50小时，真心是贵。可以看到，上面这一部分是监测到的 FPS 波动曲线，下面是 CPU 的使用率，而这边就是最终的统计结果了。实际上这一次一共跑了76分钟，平均 FPS 85，并且这一条 FPS 曲线基本是一条直线，完全没有出现大幅度的断崖式帧率下降，当然也没有锁帧。所以看到这个结果，喜欢1+10 Pro 的小伙伴们完全可以放心买了。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按照一加的说法，是因为他们联合全球4大研发实验室，打造出了一个 HyperBoost 的全链路游戏稳帧技术。更加具体的咱也不懂，但不可否认，这台手机的连续游戏能力确实很优秀。顺便说一下，除了和平精英，我还顺手试了一下其他几款热门游戏，包括王者荣耀、英雄联盟、原神，他们都支持1+10 Pro 的极限稳帧功能。同时游戏过程中全程也都很流畅，没有遇到任何卡顿以及严重的发热现象，整体表现稳定，特别是在游戏帧数方面。我们都知道，在游戏中，特别是吃鸡游戏中，帧数出现剧烈波动的时候是让人非常痛苦的，就好似我此时意外落地成盒后的复杂心情。而一个稳定的帧数则是我们拥有一个良好游戏体验的前提，这一点至关重要。对了，在整个测试过程中，除了极好的稳帧能力，1+10 Pro 这个超频响应功能也让我很是喜欢。它是这样描述的： OSync 超频响应凭借全新的动态变频技术，突破了硬件刷新频率限制，可以大幅降低显示延迟，显著提升操作响应速度，让玩家可以更早发现、更快瞄准、更稳压制敌人，每帧都快人一步。看到这里，大家是否有种熟悉的感觉？没错，我感觉它这个似乎就像是 NVIDIA 的 Reflex 功能，通过降低显示延迟，可以让你在近战遭遇时快人一步，抢占先机。而在实际的体验中也确实如此。大家也知道我的刀战水平稍微有点弱，但是用这台1+10 Pro 我可以做到1v2，瞧见了吗？操控性就是这么灵活。所以以上这些新技术的加入，也是1+10 Pro 能成为和平精英职业联赛、英雄联盟手游职业联赛2大重磅赛事指定用机的重要原因。它确实非常适合电竞场景。
要知道，这2大赛事对于指定用机的要求可是非常严格的。视频的最后再简单提一下很多朋友关心的续航问题。一看一加10 Pro 样子有些单薄，用的却是一块5000毫安大电池，综合使用下来，哪怕开着120赫兹刷新率，再加上适度的游戏时间，日常使用的话一整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个可以放心。总之，在当前骁龙8移动平台机型下，一加10 Pro 是一款很值得入手的性能旗舰，特别是在游戏体验方面几乎已经优化到了极致。其实有时候我们普通玩家和电竞选手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也许就只差一块一加10 Pro， 所以它值得在我的数码墙上占据更高的位置。我是麦克，好物分享精彩不断，我们下期再见。